边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在黑暗的夜，看眼前轰轰烈烈的火焰，它沉默不言，翻涌着滚滚浓烟的火焰，和死的热血，喷溅那漫山遍野的火焰，会自由而起。在西川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各方家族势力盘根错节，其中子川与北族连年征战，势均力敌。幼时身为孤儿的子川秀被子川家族军长子川远兴收养，与家族继承人子川宁结下青梅竹马之缘，也与书律司司长地林、地术军统领司义林结为兄弟，三人誓要共同守护子川的安宁。被发配到远州前线一待多年的子川秀，立下赫赫战功后重返帝都，却发现家族早已危机四伏，内有杨明华野心勃勃、图谋不轨，外有北族骚乱边境、蠢蠢欲动。子川秀联合地林与司义林，共同解决了杨明华的叛乱，成功守护住帝都，却一时难以阻拦边境硝烟再起。杨明华的下属大将雷洪与北族人勾结，正是向子川发起猛攻侵略，并已拿下子川最后一道屏障——帕义城。子川秀与司义林奔赴帕义，巧夺城池，并重伤敌方大将，让北族遭受重创。然而，北族却再次派出雷洪率领大军攻略帕义，城内粮食短缺，伤亡惨重。子川秀、司义林只能率寥寥士兵做困兽之斗。此时，守卫都城的地林奉命领兵奔赴帕义，三兄弟终于聚首，决心共同浴血奋战，捍卫子川。你这是去自投罗网！你刚才不是还说他们的行为非常愚蠢吗？没错，他们两个就是愚蠢至极的笨蛋，我是第三个笨蛋。小姐，有一位官员求见，之前好像没见过，有点眼生。不会是什么新晋官员想要巴结小姐吧？好像叫马维，我去请他离开吧。哎，什么新晋官员？他是三省台最年轻的参事。我先后派多人前往远州搜寻秀大人行踪，原本一直无果，可就在昨日，我的人已经找到了秀子营营地。等我们到达营地时，也空无一人，未曾发现秀大人。但经过勘查，整个营地并未遭受过攻击，显然是士兵们有秩序的撤离。依我推测，秀大人离开时仍平安无虞。秀大人既然已经平安离开营地，说不定已经在带兵回来的路上了。
宁殿下，这是好消息啊！那家伙看上去跑得比谁都快，但是他一定不会留下司义林独自离开。他应该是知道了什么消息，所以离开营地前去支援。那司义林大人得到秀大人的帮助，也定会如虎添翼。只是这次北族兵力众多，只恐怕他二人合力也无法与之抗衡。不过，如果他们兄弟二人真的在一起的话，倒是可以互相支持。前线战事打响，消息必会传回帝都，而现在并无任何消息，就说明至少他们暂时是安全的。请殿下放心，我会继续替您搜寻秀大人和司义林大人的行踪，如果有消息，必将及时相告。那就先谢过马嵬大人了。看来军长大人多虑了。怎么了？军长大人担心这样的消息会让殿下更加担忧。只是我此前答应了殿下，又不能说谎，只能告知实情。没想到殿下并未乱了阵脚。这都是被紫川秀那个家伙给锻炼出来了。他之前去远州7年，3天2头，不是他在沙漠里走失，就是整支军队陷入鏖战。这次有司义林在一起，我反而还放心一些。您殿下对秀大人果然是情真意切。怎么？恐殿下担忧，我特意安排了散心之所。如今看来，我是杞人忧天了。罢了，还是改日再请殿下前往。我先告辞了。如若有前线进一步消息，我必将第一时间告知您殿下。马嵬大人留步。不知道马嵬大人已经做了怎样的安排？觅得几匹良马，本想请殿下一同试马，但如若今日殿下不便，我曾经也有一匹爱马，后来走丢了。走吧。请。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来过这儿？您殿下，其实小时候我们曾经见过，就在这儿。当年你随军长大人来的时候，这条路美则美矣，就是日光太毒，晃得眼睛疼。要是有一路阴凉，走过肯定舒服。后来我便恳请父亲，在道路两旁植了这些树木，炎炎烈日下也会觉得阴凉舒适。只是没想到，多年之后，竟真有机会要你再来此地。那只是我年幼时的无心之言，没想到你都还记得。哎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好像我还从这个山石上面滚了下来，有个小男孩扶了我，不会也是马嵬大人你吧？我们年龄相当，殿下不用那么客气，叫我马嵬就好。哎，
殿下，要不骑上马歇歇脚？那你呢？甘当您殿下马夫。来，我记得小时候，我跟秀哥哥也很爱骑马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还让他教我呢，结果他怎么都不愿意。哎，结果后来我跟他比试，我还赢了他呢。修大人可真是体贴您殿下，他故意说给你，定是为了让你欢心。是。我那个时候总觉得我能赢他都是因为我比他厉害，结果后来我发现啊，原来都是他让着我。等修大人回来，我也要找机会跟他比试比试。怎么了？你们知道吗？咱们袖子营跟地戍军的粮食加在一起，总共不到10天余粮了。要是咱们再被困在这儿，咱们都得饿死。那我就不信了，那些北族士兵能把这么大个帕一城围得水泄不通，一个出口都没有。是啊，只要找到出口就能逃命啊！对嘛？你们想做逃兵啊？谁要逃跑了？你好好想想，现在大人们为了想办法忙的是团团转。要是咱们能够先找到出口，再搞点粮食回来，这岂不是立了大功了？到时候啊，不仅能得到奖励，也许秀大人还能赏咱们个副旗领当呢。有把握吗？我都跟放哨的兄弟们打听好了，东城门外的工事已经有所损坏，他定是此前北族士兵偷工减料，而且最近也没有发现北族的行迹，正是好时机。最重要的是，茂才，东城门外多山林呐，这个季节就好像伙房一样，遍地野味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帕一城东门出现了逃兵，他们打伤了放哨的兄弟们，已经逃出城了。哪支部队的？是袖子营的人。大自然的味道啊！小点声，再把狼招来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就这么出来了。哎，不但没有人追，连个北族人影都没有啊！就说嘛，这北族士兵怎么可能把那么大个帕一城围得水泄不通？就算他是围得水泄不通，就凭咱们哥俩本事，什么事儿能难得住我们？进马，保持警惕。老大，别废话，赶紧跟我回去，小心有埋伏。老大，你听我说啊，这条路上根本就没有北族士兵，我们已经找到出路了。你们擅自出城，还被地戍军兄弟当成逃兵，秀川大人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找你们的，万一一不小心，大家都要完蛋，还不快走！我们不是想逃啊，你这困在城里就是等死啊，你倒不如出来寻条出路啊！你们当北族人是傻子吗？那么大的窟窿，他们看不见吗？报告将军，敌人上高了。这个时候的山林，对几乎已经快饥不择食的他们来说，太有诱惑力了。你们相信我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出城。我们不仅要出城，还要为死去的兄弟讨回血债，把北族赶回老家。老大，能赢吗？别忘了，是谁带你们发家致富的，让你们从穷光蛋变成了有钱人。我拿我的人格担保，你们信吗？
老大，你什么时候有人格这种东西了？哎，你有埋伏，快往城门方向撤。走，好。停！老大，我趁乱抓了只兔子，回去啊，正好给兄弟们开开荤。白川，掩护！起来！老大，对不起。闭嘴！队长，坚持一下，罗杰就在前面接应咱们了。属下延误战机，还请将军责罚。东城门外设套，不仅在于抓鱼，也在于放鱼，好让他们知道难以突围出城，从而击溃他们的心理。这样，他们便会自乱阵脚。怕邑城内的粮草有限，他们怕是撑不了几日了。只是这紫川中的将领，不仅身手了得，而且足智多谋，反应迅速。除非紫川放弃他们，否则此战艰难。吩咐下去，封锁消息，再派几队人马沿路巡防。如遇紫川官兵，立刻绞杀，以防支援。属下明白。来，喝口水。兄弟啊，幸好你命大，要不然现在我就是给你烧纸钱了。我倒是希望能伤得再重点，这样说不定秀大人就不会再惩罚我了。我的遍地野味儿，我的大伙房。大哥，秀川大人来了！快！信念感啊！靠你了！阿泽啊，我的好兄弟啊！茂才，他醒来了吗？估计是死了。死了？醒不过来就可惜了。唉，看来我这只野味儿啊，他也是吃不了了，我只能跟司义林一块分享。大人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阿泽，你怎么醒了？这个野味儿啊，它不适合。我还是派人给他熬碗粥吧。大人，我身子虚，我得补补。对，补。对。
秀子营茂才，秀子营阿泽，在，也就算了。你们两个演技一点都没进步。昨天的事儿，我还没找你们两个算账。你们俩差点落入别人的圈套，成为别人的猎物，就像这个。跟了我那么久，脑子一点没长进吗？那个明明就是别人给你们设的圈套啊！大人，都怪我们一意孤行，目光短浅，还差点连累了你，请大人责罚。行吧，那就罚你们3天不许吃饭。啊！别介，你不如一箭射死我们算了。那倒是简单了，便宜了你。那。大人，我阿泽不是一个虚假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了。整个远州，哦不，是整个西川大陆，我只认你一个老大。大人，又有兄弟们饿昏了，并且大家听说茂才和阿泽从东门突袭失败，现在觉得这个帕义更加无路可逃，并且情绪都有些失控，尤其是百姓。阿泽，茂才，拍马屁的话可以不说，但是事儿你们得帮我办了。老大，什么事儿啊？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所剩的粮食不多了。